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行箱子频道。不知道大家有听过眉山龙脉吗？今天我们要前往一个有龙王庇佑的风水宝地。今天来到的是嘉义眉山乡的龙王金殿这边。听说这里有龙王，号称台湾金阁式的建筑。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。刚刚我们车子开进去园区里面，好像里面没有停车场，所以如果来这边参访的话，还是在这外面的这个停车场这边先把停车位停好会比较好。龙王金殿供奉的是海龙王，因为该寺庙相关的资料非常的稀少，只有在网络上查询后得知，龙王金殿的主人为简巧云，是嘉义县眉山乡人。在台北经商后，受龙王托梦，返乡挖龙井，因而发现罕见的高海拔水泉，才在此发愿兴建这间龙王金殿。来进去这个号称台版的金阁寺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中间可以看到一个金色的龙王。相传嘉义县眉山乡有一颗名为龙珠正石的半圆形巨石，赋予当地神奇的传说。水公司早年盖净水厂要把龙珠给打碎，村民们因而发动抗争，迫使水公司让步原地保留。隔了数十年，村民对龙珠的重视程度不减，三不五时都会去探视，怕龙珠受损影响到地方的发展。查询到这样的故事，也让我感到十分的有趣。相传龙是非常尊贵的神兽，只会栖息在水最纯净、山脉最秀丽的地方。从这露台放眼望去，确实感觉符合这样的条件。在金殿里面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同造型的龙珠。龙珠在古代被视为龙的护身符，代表着龙神的力量、泉源与智慧，具有掌控雨水、调节天气与象征帝王的能力。这里写玻璃请勿踩踏，也许是这个泉水是从上面开始流一层下来，然后经过这第二层、第三层，然后到下面的龙王的位置。应该说这里是一个泉水的泉源吧。为了不断补充龙珠的灵气，在此地用最纯净的山泉水滋养龙珠，感觉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也确实有几分日本金阁寺的味道。接着往右边的建筑走过去，好像是一间传统建筑的山庄。一楼大殿供奉的是三宝佛，庄严的神像也让游客们停下来参拜与欣赏。很想要去2楼参拜，但是它左右两边的厢房的门都是关起来的，所以应该是不能进去的。这里的龙王金殿事实上幅地并不是很大，不过别致的建筑风格也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里建议可以再搭配一些附近的景点来游玩，会比较恰当。因为这里有着最纯净的泉水，眉山的高山茶因此也常常得奖，所以才看到许多人家门口挂着特等奖的匾额。接着我们打算开车前往眉山的信仰中心三元宫去参拜。据说这个三元宫也是一块风水的宝地。当龙脉经过此地时，村民便在穴位新建了巨大的九龙壁，用于凝结成气脉，庇佑着附近的太平村庄。这里也帮大家科普一下龙脉的意思。龙脉是指起伏的山脉，因山脉在形态上许多方面与龙非常的相似，
古代传统堪舆学将山脉比喻作龙，又将龙脉视作一种特殊的地形脉络，所以成语上才有来龙去脉的说法，用于判断地形与事物的因果吉凶。今天我们用虔诚的心来参拜，虽然我们是第一次来三元宫，不过可以感受到这里给人非常平静的感觉。这里我也拿着佛珠跟玉佩，请这里的主神三官大帝替我加持。据说三元宫会在农历元宵节当天，在村庄举行绕境活动。有新闻报道，在海拔1000公尺的太平云梯上，都能看见神轎在云端绕行的队伍，也是非常奇特的风景。接着，我们打算花一点时间来探索一下这附近的景点。现在来去太平老街逛一下，刚刚去拜完三元宫。在太平老街，你可以看到许多当地的特产，特别是茶叶跟梅子居多。如果走到一半肚子饿了，在老街里你也能够轻易的填饱肚子。这里也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可以探索。偶然间，我们被这间空气图书馆吸引进去。空气图书馆，空气凤梨，这些都空气凤梨，鹿角蕨啊。听一位热爱植物的同事跟我说过，如果你想要在18年后存一笔小孩的教育基金，找一块地种鹿角蕨就对了，因为它的植物生长非常的缓慢，却有非常多的餐厅需要这类的植物，算是供不应求。心想既然来到了梅山，那我们也打算去有名的景点太平吊脚去参观一下。看着手表的时间，大概是下午的5点半，不知道营业时间是否结束，那我们也只能去售票口那边去碰碰运气。我觉得这样还好啊，这样感觉不会很晃啊。你看走起来感觉也不会很晃。可能是有去拜拜的原因，我们很幸运，刚好是最后一组游客，一张门票成人大概需要花费100元。参观下来的体验也算是物超所值。从旁边的景观台可以俯瞰整个嘉南平原，也可以将知名的梅山36湾美景尽收眼底，甚至远眺你都可以看见金黄色的台湾海峡。太平云梯位于海拔约1000公尺，为全台海拔最高的景观吊桥。所使用的钢材与台北101大楼是相同的等级，足以耐7级的强震与16级的强阵风，横跨于2座山脉太平山与龟山之间。如果心脏比较大颗的朋友，也可以走在镂空的格栅上面体验看看。整座吊桥全长是281公尺长，大概花5分钟就可以走完，这样也算是解锁一个台湾知名景点了。走完吊桥后往上走，还有一个环状的景观步道可以通往太平老街。有时候走登山步道的时候，也需要看看脚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昆虫，或许也会有意外的收获。住在城市的我们，久久来这里接受大自然的洗礼，
好像把身体里的脏空气全部都吐了出来。只要爬完山之后，回家总是会特别的好睡。平平无奇的扶手，此时已经成为蚂蚁大军的快速通道，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头皮发麻。如果不想被咬的话，大家还是多看两眼再摸会比较好。这个应该是古时候如果有那种隐居的高人，就大概是大概是住在这种小道。每个转折与望出去的道路都是令人赞叹的美景。有时候探索自己从未走过的路线，还是会有很多新奇的体验。走在茶园里，这里可以闻到泥土与青草的香气，还带有一点淡淡的茶香味，顿时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接着我们打算去下面的凉亭去休息一下。他说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的。有回音哎，真的有回音哎。抱歉各位眉山乡亲，我们平常并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有听到的话，就当成是灵长动物的原始呼喊吧。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很多造型奇特的景观台，不过厕所里面没水，可能对游客来说会比较困扰一点。这种狗你就不能跑啊，你就是停在那边看它想要干嘛。